大家好，我们在科学上网翻墙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突然我们的 VPN 就是翻墙工具呢，突然失效了，比如超时间了，然后突然上不了外网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假如我们有朋友，我们可以向朋友要一下这个翻墙的工具，或者翻墙的这个订阅、连接节点等等。但是如果我们找不到朋友，或周围的人帮忙，我们又没法购买翻墙工具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就这个时候我们没法上外网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录一个教程，说明一下我是怎么做的，然后呢，我还说明一下怎么样使用这个 VRRain 这个软件。当然，我们之前假设你已经下载了这个翻墙的工具，你这工具软件肯定始终要下载，保存在电脑上面，比如我们 VRRain。我们搜索一下，在这里，他说你下载这个。对于新手来说，下载 VRRain with Core， 点击这个 Release， 找到这个 VRRain with Core， 下载下来，然后把它安装一下，将它下载到桌面上。我下载下来了，然后解压一下。好，解压好了。我们打开这个解压文件夹，那么就看到这里一个 VRRain 这样一个可执行程序。好，现在假如我们电脑上始终有这样一个 VRRain 程序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法翻墙，我把我的翻墙软件先关掉。现在我已经把翻墙软件关掉了。这时候你看，翻不了墙，也没朋友帮我们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github.com， 这个始终能访问的。然后你在这里，这个时候因为你没翻墙，可能速度比较慢。就是你可能要等一下，比如我在这里要等一下，然后输入免费节点，因为现在你翻不了墙，这个速度肯定会很慢的，或者有的时候暂时打不开也正常的，但是你不断的试一下。好，现在是终于打开了。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免费节点，比如我找到第一个免费节点，然后在这里你看，它有一个订阅网址，你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，或者下面这里有好多节点的一个批量地址，我们先看，比如这个吧，下面这个点这里的复制拷贝，那么就复制了一批节点，复制了一批节点，然后在这里点服务器，服务器这里一个从剪贴板导入 URL， 这样呢，你把刚才复制的都导入进来了，你看，现在这些节点就导入，然后你就能访问了。在访问的时候，你可以测试他们的速度，
你可以右键 CTRLA 全选，然后在右键测试服务器延迟 CTRLR 或者 CTRLP， 然后看这些节点哪些是通，哪些是不通。你看，很多是不通，但也有通的，只要有一个通的就好办了。好，这个通了，然后你点这个，你还可以测试，右键测试它的一个速度，测试服务器的速度。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翻不了墙嘛，我们只要能有一个连上就行了。好像这个速度还是有威胁，没有速度。看来这个翻不了，所以你还是要找其他的，在这个 GitHub 再去搜索，找其他的。你看它速度是-1，证明这一组节点已经失效。我们再来，你也可以 CTRLA 选中，然后 CTRLP 来测试它的响应。CTRLA 然后 CTRLP 行，就用 CTRLR。好像就这一批节点，就只有这一个节点有响应，但是它没有速度，大概率也是访问不了，所以这一批节点没用，你还需要找其他的。好，这是一种，就是通过这个复制这个批量节点，就是一个节点也行，批量节点也行，然后从剪贴板导入就行了。还有一种就是往往我们购买的机场，它给的是一个订阅链接，就像这样，给的是个网址，订阅链接，你将这订阅链接复制一下。订阅连接它怎么样添加呢？就要点这里的加号，然后给订阅链接起个名字，比如叫 A， 然后把订阅链接的网址放在这里就行了。然后这里是间隔多长时间更新一下，比如多少分钟，比如你是算一下一天是24小时，1个小时是多少分？3600分钟。你可以大概填一个数字，比如1080，大概一天的时间，然后让它每天自动更新一下，这样保证你这个订阅不断更新。这个 A 订阅链接，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个订阅链接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更新，如不通过代理，当前没有代理，不通过代理更新一下。或者你如果有已经翻墙了，你可以通过代理去更新一下，不通过代理，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翻墙，可能这更新的有点慢，但是最终它还是更新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 CTRLA 选中它，然后呢 CTRLR 或者 CTRLP， 你试一下，好像 CTRLP 这个新的版本 CTRLP 好像不行，要用 CTRLR， 然后我们又看着还是这一个节点，然后我们右键测试它的速度，刚才一样，好像也连不上了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 GitHub 上去找，总能找到。我们假如回车，就将它设置为活动服务器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上网。它没有速度，应该上不了网，因为是-1。你看上不了网，上不了网没关系，是今天这个不行了，今天不行了，你下次再试，是吧？你每天都反正都去试一下嘛，总能找到能上的。然后我再说明一下，这个订阅分组你要修改它，怎么修改呢？这个在订阅分组里选择订阅分组设置，然后在这里选中它，
这里有编辑，你可以修改它的地址等。下面这些东西，我们再看它的设置，设置里有参数设置，比如这里还可以有协议的设置，是吧？有的时候你将协议改一下，是不是好一点？比如我们这个是 Limits 协议，这个是 Famous 设置，那么你把它改成另外一个，看是不是好一点？然后再来测试它的速度呢？这个叫 Famous 节点，还是一样啊。好，这就是这样一个。刚才有一个忘掉了，刚才最下面这里，最下面这里，你看这里，最下面这里有2个下拉列表，一个是绕过大陆，一般的选绕过大陆或全局，是为了节省流量，选择绕过。这个清除代理，说明还没用这个代理。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代理，可以选择自动配置代理。要上网之前，一定要选择自动配置代理。刚才我没有选择自动配置代理，我应该选择自动配置，看能不能上。估计也上不了，因为它刚才那个速度没有。是-1，还是不行？哎，好像还可以了。打开了。按道理，这个速度为0是没有了。你这个选择自动配置代理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图标就变成这个红色了。你在右键菜单栏这里也可以选，右键它这里也有。这个选择清除代理啊。这几种模式或者被动模式，还有这个路由是绕过大陆还是全局，这个是当前服务器。这里还有从剪贴板导入等等。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扫描一个二维码，就是有的时候他给你二维码，你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去把这个链接拿过来。好像还是不行的。我们这个不行吗？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有没有。就是说，你反正就是多搜索，多试试这个网站，因为这个网站毕竟是能访问的。我们复制它这个，它这节点好像多一点。好，复制了。它没有订阅链接啊？哦，上面也有订阅链接，它一般都提供2个，一个是直接给一个批量的极点，你复制一下，然后在服务器这里从紧贴板导入。我们把刚才的删掉吧，刚才的用不了，删掉。我们点订阅链接，这里设置一下，将刚才这个删掉，反正没法用。然后这里这个全部选中，移除，把它全部删掉。把它删掉。我们刚刚这个再重新来一下，把这一批地址复制一下，然后在这里面选择从剪贴板导入，然后我们 CTRL-A 或者右键，这样，然后再右键 CTRL-R。这个好像多一点通了。这里有几个通的，我们要排一下序，可以点击这个延迟，因此它就从小到大排序了。然后你比如点这个节点，你在右键测试一下它的速度。选择清除系统代理，
测试速度时候，选择清除系统代理。我们也可以全部选中它，用 Shift 键全部选中，按右键测试速度，所有一起测试。看我们第一个 0.1 有一定速度，至少不是-1就行。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，选中它，只要一个不是-1或0就行了。下面0、1.8，我们选择这个。9.4、9.4的这个，我们选中它，然后右键这里有设为活动服务器，还有4.1也行，或者选中它，回车。回车它就变成活动服务器，就变蓝色了。我们还是选择第一个回车，变成活动服务器。然后注意下面这个系统代理，选择自动配置代理。选择好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。刚才的实际上已经可以了。刚才的虽然好像速度是-1，它也能访问。你看现在它可以了，是吧？这样就能访问了。然后输了一个8K。这样我们就能免费的这样访问，特别不容易。速度3000多 kbps。也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，在我们和外网失联的情况下，又没有朋友帮助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样？就是不需要购买 VPN，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购买不到 VPN， 这样我们也不需要搭建任何的 VoIP 服务器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直接获得订阅链接，通过搜索这些免费节点，这样呢访问，而且这些节点呢都是免费的，你可以一直使用。当然，这些节点可能有的时候会失效，那么你就是再去搜索就行了，是吧？比如我们把刚才这个好像可以，不是刚才这个，刚才这个，比如我们把刚才这个复制一下，我们将它订阅链接添加一下，点这个加号加，比如叫 A， 这个让它24小时更新一下，这样始终更新，保证我们不会断掉。然后选中它，或者选择这个所有，选中它嘛，然后选所有，就所有的订阅都要去更新，我们就选它，对它进行更新，然后订阅菜单，通过当前，通过代理更新订阅，或者不通过代理。如果你有代理，当然通过代理，这样速度快一点。然后我们右键这里 CTRL-A， 全选右键，然后在 CTRL-R， 然后点这个延迟，就可以对它进行排序。然后我们通过按住第一个栏，按住 Shift 选中所有的，然后在右键这个测试服务器速度，这样所有测试一下，看哪个速度快就是选中哪一个。最后不要忘了这个地方，系统代理里一定要选择这个自动配置代理或者其他的 PAK 模式。这个路由选择 Logo 大陆或者全局模式都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VRAN 的使用教程。
以及在和外网失联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科学上网？翻墙去访问这个外网。谢谢大家，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